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飞纸爪，鸿飞那复计东西。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阿茶，好久不见。在这里，阿茶先给大家拜个早年。在过去的一年里，感谢茶友们的陪伴。在即将来到的新年里，祝小伙伴们顺风顺水，事事如意，岁岁平安。那咱们今天要讲的5个故事中的前2个都是独家授权，阿茶也是花了很长时间才联系上当事人。如果小伙伴们觉得还不错的话，还请多多3连支持一下。那咱们话不多说，进入本期的正题。不知道小伙伴有没有听过这句谚语：东庙西密藏，北湖南五通。自古以来，南北民俗信仰有着明显的地域特色。说到这句谚语，小伙伴可能对庙宇、狐仙这些都比较熟悉了，但南五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可能南方的小伙伴比较熟悉这种说法。南方的五通神又称五郎神，是尸横乡野、淫人妻女的妖鬼，因为专做一些邪恶事儿，又称武昌神。来历呢比较复杂，不过有说法说是指唐代时候在柳州出现的一种鬼，而另一种说法说是在元代时期骚扰江南、烧杀奸淫的倭寇。总之，五通神作为一群作恶的野鬼，人们祭祀他们，有的是求避祸，也可能是求意外之财什么的。所以南方有的地方就把五通神当作财神来祭祀。那么今天的第一个故事，我们就要说说这个关于南五通的诡异事件。这件事儿原本是在00几年的时候流传在天涯论坛上的，原帖又多次被人截取发到网上，到今天很多信息都是残缺的。但为了让小伙伴们听到最原始的事情始末，阿茶托人寻了当事人，得到了独家授权。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就是关于岳西黑木神的。授权的小伙伴算是亲历者之一，整件事情离奇诡异，时间跨度长达10多年，很多东西都早已物是人非了，但小伙伴的记忆依然很清楚。他跟我说，再次谈起这个事情的时候，依然觉得匪夷所思，至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有了解的小伙伴可以在评论区留下讨论。因为整件事情时间跨度很长，所以阿茶根据投稿人的语音整理成了2部分为大家讲述。事情最开始要从2007年说起，以下就以第3人称讲述。2007年的3月份左右，大概是惊蛰前后。投稿的朋友之所以记得是惊蛰呢，是因为这个时间一直影响到他之后的生活。这个小伙伴是潮汕人，是个女生，以下咱们就称呼她为小陈。她呢从小就跟外公生活在一起，而外公平时就在自家的凉茶铺也做风水一行，帮着乡里乡亲没事看看房屋吉日啥的。这件事儿起初原本不应该跟他们家有任何交集，但在外公受人所邀去看房屋修建的时候，同街隔壁的一户人家就找到他外公，要求看看家宅，想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当时周末，小陈跟他爸一起去湛江见了个朋友，顺便打算去接替人看宅子的外公。当时已经是接近下午2点左右，外公在那户人家的家里基本看的都差不多了，小陈和他爸爸也到了。他们准备回去的时候，隔壁一户人家听见门外面有聊天的动静，大概是知道邻居请了先生来看风水，就趁着热闹出来看了看，说着也要外公顺带给他看看，看看家里是不是哪里格局不好。当时小陈外公想着，既然来都来了，已经开了罗盘，顺带看一下也不会浪费太多时间，小陈和他爸爸也无事。于是就这么的，他们一家就被隔壁请进了门。这户人家的房子光线很好，2层小楼还带着一个小院子，但小陈当时记得一进到客厅就觉得特别阴冷。当时都开春了，湛江的气温都在20多度，但小陈身上仍然感觉凉飕飕的。一进门，小陈就被堂屋中间案桌上的神龛吸引了。他从进门就一直看着这个神龛。为什么他当时觉得特别好奇，而且印象特别深呢？根据他的回忆，这个神龛不像是普通人家里供奉的各种神佛呀、关公或者观音什么的，那个神龛有一个小门，像是护栏一样，里面是一个木雕一样的雕塑，也说不上来像什么，应该是涂了漆，总之挺少见的。而户主是一个30多岁的男的，我们简称他为小王。小王说他是倒插门的女婿，05年跟老婆结婚之后，丈母娘就把这套房子给他们当做婚房，但是平时老人也不跟他们住在一起。他说因为家里最近出了挺多事儿，先是他在1个月内出了2次追尾，再有就是他今年的生意亏得离谱，还欠上了挺多债务，
加上这么多年夫妻俩身体都不是很好，具体怎么不好，说到这儿他就没继续说下去。广东人大家都知道，对住宅比较看重，不能说是迷信吧，但是做生意的都很注重风水。当时外公把小王的房子里里外外看了一遍，该说的整改问题都谈了很多。外公他们那一辈的人遇到不吉利的事儿，多少都会去找端公看看。外公当时就给了建议。后来的事儿还是小陈在经历一系列怪事之后才联系到的这户人家，这才知道发生在这户人家的事儿有多诡异。小陈当时初二，他是属于外宿制的学生，也就是晚上9点40左右下晚修，可以回家住的那种。距离去小王家的那个周末已经过去了10多天。第一件怪事就出现在他那天下晚自习的路上。小陈一般下了晚自习都是自己骑着自行车回家，平时都是走大马路。但那天轮胎好像被什么东西扎到了，后胎骑着骑着就没气儿了。小陈呢，只能推着自行车回家。平时的路都有那种路灯，但是那天晚上他推着车走过一段小路的时候，灯好像坏了几盏，隔一段有一点圈的那种。当时路边的一个院子里一直传来狗叫声，他越是靠近那段路，院子里的狗叫声就越大。路过铁门的时候，他还往里面看了一眼，就赶紧走了。但是就在他还没推着车走到下一个路灯的时候，那个院子里的狗就猛地从院子里朝他冲了过来。可是他刚才明明看见院子里的狗是拴着铁链的，不过他当时只顾着跑，还拖着自行车，在很黑暗的环境里，他不知道是不是有东西绊了自己，他直接就面朝下摔在了地上。当时那只脱了绳的疯狗直接冲上来咬住他的脚腕，等他反应过来爬起来的时候，感觉眼睛好像被什么糊住了，当时只顾着大喊大叫，也惊动了周围的居民楼。有附近的住户跑下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儿，之后的事儿他就没印象了。等再醒来的时候，自己就已经躺在医院的急诊室里，看着医生给自己包扎伤口了。后来的细节还是从小陈的爸爸口中得知，当时送小陈来医院的是一个住在那附近的中年夫妻，他们说听到楼下有动静，赶下楼的时候就看见小陈一只手捂着额头，血一直在流。可当时小陈穿的还是酒红色的上衣，所以血浸在衣服上，根本看不清楚小陈的具体情况。他们就赶紧把那只疯狗拽下来，接着就把小陈送到了医院。小陈的额头当时因为摔得太狠，还偏偏碰到了一个类似图钉的生锈钉子，石头连带图钉直接破了个口子，缝了好几针。也是从这件事开始，小陈觉得他的生活好像被某种东西介入了。从07年开始，陆续又出现了一系列说不清道不明的怪事儿。小陈说，就那短短的一个暑假，他的精神紧张到了极点，完全没有放假的轻松。从某天晚上开始，大概后半夜，他记得特别清楚，已经很清醒了。当时在他转头想翻身的时候，枕边就有一张脸离他很近很近，几乎就是零距离，直接怼到他脸上。他当时猛地惊醒，直接大喊有人。他爸妈呢，在隔壁房间，一听到这种尖叫，马上就跑了过来，直接开了灯，就看到小陈已经坐了起来，眼角全是泪，不知道是惊恐还是其他感觉，嘴里就一直说着枕头上有人，枕头上有人。这一晚之后，这种一直有人在枕边的感觉不时的出现。最确定的一次，他根本就没有睡着，一直醒着躺到1、2点，那种枕头凹陷的感觉又出现了。这一次还有轻微的呼吸声，一起一伏，就像是那种缓慢的吐息声。他为了印证这种声音是不是自己对自己声音的错觉，他就把呼吸屏住了，但是那个声音依旧在一起一伏。这时候他慌了，因为暑假出现的这种睡眠障碍，他都有点精神衰弱的感觉。直到8月中旬，他开始觉得这些事儿不是孤立发生的。那天晚上，小陈难得睡得特别舒服，入睡特别早，也没有什么紧张感和惊恐的感觉。睡着的时候，他也没有听到那种轻微的呼吸声。第二天大概6点多，小陈就觉得嘴里有种腥甜的感觉，因为很困，他也没睁眼，于是就反复在嘴里确认是血。嘴里好像还有一个像石头一样的东西，他抽了一张纸巾吐了出来，看到的瞬间他都宕机了，是半颗断牙。他的左侧大牙像是被劈开一样断了一半，是那种竖着被劈开的感觉。然后那天早上，他的身上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青紫斑，从脖子到肩颈的地方有一个像是牙印的咬痕，发红甚至发紫。到这里事情就已经有点诡异了。就在断牙断裂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小陈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
因为好几次在晚自习的时候手脚发黑晕倒，被同学和老师打救护车送去了医院，并且据他老师说，他在晕倒的时候嘴里一直说窗边有人，窗边有人。因为晕倒时候说的这句话，后来他班主任就把他安排到了别的位置。之后检查的结果就是小陈有心肌炎，容易血管痉挛。直到这会儿，他和爸妈才觉得有必要托人问问，于是他们家就找了那位比较有名的问米先生。进门的时候他就被叫住了，被要求先在门外的香顶上上炷香。之后有个中年女人拿柚子叶在他身上拍了拍。这里问事的细节就不说了，总之小陈问出的结果就是被一个东西给缠上了，但具体是什么先生也不知道，因为这个东西一直在小陈身边，导致他运势气压都比较低。问米先生说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只说他需要人一直供奉，而且跟到小陈身上也是想吃供奉，但是除了吃香火还有没有其他的要求他也看不出，总之就是有点棘手。小陈和父母就把这件事放家里说了一下，之后的事儿就是小陈外公带他去找了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处理这件事儿。当时的说法是跟在小陈身边的那个东西叫黑木神，应该是偶然间染上的，因为小陈八字弱，属于水命，能生木，又恰巧当时气场弱，就被这个东西给跟上了。后来这个奶奶剪了一段小陈的头发绑到了一块木头上，让小陈爸妈把这个放到小陈枕边3天。这期间小陈搬到外公家住，3天后把这个木头烧干净，木头里还塞了一个红布包着的小三角符，具体的做法小陈没亲眼看见，都由父母经手。听到这儿，小伙伴可能很好奇，黑木神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还查了一下，黑木神也叫三婆仔，据说黑木神是邪灵，是海里亡魂的怨气所化，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岳西当地人不只是为他建了阴庙，还有人习惯建了个神龛，把它供奉在家里，天天祭拜。再回到故事，小陈这件事儿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小陈外公找了之前要求看房子风水的小王，了解他们家的事情始末，而小王的事情他自己也发到了天涯论坛上求助，后来被传出了很多版本。小陈在前段时间陆陆续续给我聊了很多这个事情原本的细节。当时外公联系小王的时候说到这件事儿，小王一开始是不想说的，但是听说了小陈的事儿，就觉得自己也有必要再处理一下。小王呢，跟他老婆是00几年的时候在 QQ 上认识的，他入赘之后住在老婆家的老宅子里，但是让他最不解的是，他岳母和老婆几乎每天都会给正堂屋的一个木雕像上香。一开始他只是觉得这可能是地方的习俗吧，老婆一家又是靠打鱼发家的，供点土地神什么的也算正常，就像妈祖那种。但就在结完婚的2年以后，小王发现了不对劲儿的事儿。在惊蛰前后，他老婆总有几天出现一些他都说不明白的怪事儿。第一次发现的时候，他半梦半醒之间觉得他老婆在不停翻身，衣服脱光了，就像是他们的房间、他们的卧室还有另外一个人，可床上甚至卧室除了他俩并没有第3个人。第2天他老婆说起这件事儿，他说自己晚上做了春梦，他也没当回事儿，做梦而已嘛。但渐渐的发现不对劲儿了，他老婆经常对着空气自言自语，后来这种情况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每次他都是大声喊他老婆的名字，他老婆却充耳不闻，沉醉在自己的梦里。最后他实在没办法，就给了他老婆一耳光，他这才醒了过来。就在小王找投稿小伙伴外公看过房子之后，小王的老婆就经常说家里有鬼，小王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然后他就带着老婆去看了精神科的医生，但是医生给出的结论是他老婆得了精神分裂，那个不存在的第3者是他老婆幻想出来的。通过一系列的治疗，他老婆似乎好了一点，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再提到梦中的那个男人了。小王本以为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了，没想到在07年底，他老婆的病情突然严重。他说那个男的又来了，这一次不只是晚上，甚至白天他老婆说都能看到。更诡异的是，小王老婆身上发现了一些痕迹，那些是一块青一块紫的斑痕，甚至还有牙印儿。可是从他老婆被检查出精神分裂后，几乎足不出户，家里还有岳母常住。为了搞清楚是不是有人进了他们家，小王还在家里装了监控，但是家里除了他们一家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人。之后他老婆怀了一次孕，但是是宫外孕，情况很严重。最让他害怕的是，他们的结婚照在他老婆精神出了问题之后，他
他的脸好像是受潮还是其他问题，脸糊成了一团，就像是跟他老婆结婚的根本就不是他。但是他们的结婚照都是过塑玻璃板隔着的，按理来说这种相关情况不会在短短2年之间发生老化。总之小陈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儿。而关于黑木神，小陈还补充了他和外公聊到的一些题外话。当地人供奉这个东西最开始是求出海平安，但是后来可能是因为当地男多女少的性别失衡，这个习俗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变成了传闻中安民镇女性婚前一晚需要抱着黑木神神像睡一晚表示贞洁。不过具体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对于当时那位奶奶给他做的木头，他觉得应该是叫做替身。至于牙齿为什么会脱落，他也想不明白。你说就算是磨牙吧，也不会直接咬断吧？要是有磨牙的小伙伴可以讨论一下经验。下面这个故事是 B 站小伙伴的投稿，因为第一个故事咱们说到了断牙，所以接下来这个故事还是关于牙齿的，只能说很诡异，算是我最近收到的稿件里很离奇的一个。投稿人我们简称为老刘。老刘呢是做水果进口生意的，他长期往返于泰国和两广之间。就在去年10月份他进货的时候，一般都往返在清莱。当时他路过一个二手市场，看到有地方法院的拍卖信息，一般来说这种家具很便宜，他当时又打算未来几个月长期住在清莱，到年底进完货再回国。老刘就想着去淘点家具，因为当时租的房子比较简易，只有一张床，也没有吃饭啊放东西的桌子椅子，于是他就买了套电脑桌椅。买的时候人家还送了盆兰花，跟着桌子一起搬回了住的地方。老刘平时呢也是比较喜欢养花的人，所以花就被他放到了卧室的飘窗上，飘窗就在床的侧面，还隔着一条过道。而怪事就是从这盆花放在家里开始。这盆花刚拿回来的时候，叶子还不算很茂盛，花苞要开不开的样子，老刘还以为养不了多久。大概11月份，老刘因为忙着工作上的事儿，几乎每天都是近10点才到家。然后那天老刘拖着东西上楼的时候，楼道里隐隐约约有小孩的说话声，那种声音也很糊，像是风箱里发出来的声音，呼呼的。原本老刘也没在意这件事儿，就觉得可能是邻居的孩子晚上在外面玩。但是直到这个声音第2次出现的时候，老刘才隐约觉得这件事儿和家里的一系列怪事是有联系的。那天晚上老刘很晚才洗完澡，整理完发货单号就早早洗漱上床睡觉了。因为白天的工作很累，所以睡得也很沉。但就是在这种很累的情况下，他还是能隐约听到房间里的脚步声，那种细碎的声音，就像是有人打开了他的抽屉。平时楼上的那户人家有2个半大的小孩，也会闹出点动静，但是不至于这么晚呢。老刘呢，当时也是太累了，就没怎么多想。但第2天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他的眼睛就疼得厉害，像是肿了，左边的眼睛还一直不停流着眼泪。老刘就睁开另一只眼睛，想爬起来看看是怎么个事儿。那种火辣辣的疼痛感，就像是被蜜蜂蛰过的感觉。就在老刘爬起来找鞋子准备去卫生间的时候，他的脚尖刚碰到鞋跟的一瞬间，整个人都愣住了，一个大老爷们就直接浑身冒冷汗。他当时就睁着一只眼睛，都能清晰地看见地上密密麻麻的印子，像是脚印儿，一路从飘窗到过道，再到他的床头边上。那种像是沾了灰的脚印儿，不大不小，大概10厘米左右的样子，不是很清楚，基本上都是很模糊的印子。但是老刘当时租的房子是那种原木地板，所以一有东西踏上去肯定有一圈印儿。老刘当时也顾不上穿鞋就下了床，以为是进了小偷，去检查窗子。因为他当时的房子里窗户没有护栏，也没有防盗网那些，就2个荷叶窗，晚上从里面上锁。但是他反复检查了好几遍，根本就没发现窗子有被人从外面撬开的痕迹。之后又忍着眼睛的疼痛去检查了自己的电脑和平板，什么都在，就很奇怪。接着老刘就找了个镜子，想看看左眼到底是怎么回事。前几天有异物感，但是不至于很痛。由于自己什么也没看出来，所以当天他就挂了医院的号。检查的结果就是老刘的眼睛上长了个寄生虫，像是线虫一类的东西，清理出来大概2-3条，连带着把被感染的部分脓包切掉。老刘基本1周都在医院。等再回到住处的时候，家里像是被很多人踩踏了一样，东西倒是没丢，也没乱，就是地板上多了很多不属于他的脚印儿。
当时他就特别生气，怀疑是房东趁他不在拿钥匙自己进去，把房子短租给了其他人。于是他就直接给房东打了电话。可是房东一听也懵了，虽然他们租房没有签任何合同，但是人家也说了，他根本就没有必要短租他的这间房。房东自己隔壁楼就是开旅店的，这几天也没听说什么爆满的情况啊。说着，房东还让老刘自己去看旅馆监控或者是入住登记，根本就没必要。就在他回去的那天晚上，看着卧室除了地脏，其他东西也没少，心里虽然膈应吧，但是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接下来的一件事让老刘直接胆寒。第二天，因为还有进货的事要处理，所以他5点40多就醒了。不过这次起得早，倒不是他有早睡早起的好习惯，而是一股子腥臭味和悠悠的香味混合的味道让他头晕。等醒来以后，他就满屋子找。泰国偶尔有些死老鼠是正常的，就怕老鼠跑进来卡死在床角啊或者沙发底下腐烂发臭。找了满屋子，最终才确定那个臭味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就是之前别人送的那盆兰花。他看时间还早，于是就把花盆的泥倒了出来，把花根都扒开翻了一遍。扒到花根中间的时候，老刘就发现了几颗黑乎乎的东西。他当时就用筷子夹出来，拿纸巾擦了擦，吓出了一身冷汗。那是几个沾了点腐肉碎的牙齿。他继续翻那个花盆，一共找出了7颗，大大小小能看出来的基本都是后槽牙。看到这东西他也坐不住了，因为自己来泰国好多年了，什么佛牌什么尸油养小管的事儿也听多了。虽然自己是个大老爷们儿，也不信这些，但真正看见这些东西，谁都会心里膈应。当天他就把生意的事儿给推了，托房东找了一位阿赞。在开车去往阿赞住处的时候，他还把花重新装好给带了过去。根据很多在泰国朋友的说法呢，对佛教修行者而言，相对于在寺庙修行的高僧，通常被称为龙婆，阿赞通常是在家修行的人。而阿赞也分白衣和黑衣。这白衣阿赞呢，就是修炼正规法门的师傅，办事相对正派，走的也是正规程序，有自己的规矩。黑衣阿赞就指那些黑巫师、降头师一类的巫师、僧侣或者是修行者。黑阿赞比较邪派，他们办事只求效果，不择手段。很多过于邪门的事儿或者是棘手的，白衣阿赞解决不了的，都会去找黑衣阿赞。当时老刘的房东说，他先是问了他们街道的一位白衣阿赞，人家表示这事儿处理不了，所以老刘就直接来了这位黑衣阿赞这里。地方呢比较偏，他也是在房东的带领下转了好久才找到。中途的过程我们就不多赘述了。到了师傅家以后，房东就直接充当翻译，跟师傅沟通了这件事儿。师傅让老刘拿那盆花给他看看，再把从里面翻出的牙齿一起给他。之后那个阿赞就从房间后面端出来一碗浅黄色的液体，把牙齿放了进去，接着还用手在碗里搓了搓，把那几颗牙齿洗干净之后捞出来放到了一块布上，让老刘和他房东看。他们这才注意到每颗牙齿上都有一个小孔，从牙根穿到牙心儿。因为老刘来泰国也有好几年了，听说过各种说法，但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也是很迷惑。根据阿赞的说法，这是蛊链的一种，因为这10几年内对这种黑市上流出来的降头物或者是开运物都管得很严。在佛牌那类东西流行之前，有的黑衣阿赞喜欢用更直接的方法做这种开运物，就像这种手链在以前叫做人骨手链或者是手镯。最早的人骨手链是拿7个横死人的天灵盖磨成的珠子做成。根据他们的说法，横死的人怨气会聚集在天灵盖，所以这也是制作阴物的上好材料，而且怨气越重，阴物越好使。具体的做法当时阿赞也没提，他也没问，毕竟这种东西没碰见就是好的了。至于做这种阴物，一般还会在上面刻一些符文。每个阿赞修行的派系和供奉的神位不同，所以用的符文也大不相同。刻上的符文其实是用来树灵的，也就是说那7个横死的人的魂魄会被拘禁在这个手链里，给戴手链的主人驱使，比如求财呀，或者是求官运。这个人骨手链的制作很不容易，在泰国上世纪60、70年代黑市上很常见，但是到了千禧年之后，治安比以前要好很多，所以这种买卖尸体的情况也很少见。要集齐7个横死人的尸骨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所以一些法师就把古法进行了简化，7块天灵盖简化成了7颗牙齿，但树灵的本质没有改变，所以这些牙齿肯定是来自死人的身上。至于是小孩还是成年人的，就要根据制作者的需求来决定。说到这里，可能小伙伴就猜出来了，这种阴物要比普通的古曼童或者是单一的佛牌效力更大，
所以老刘说，他后来跟房东聊的时候就提到，如果不是大事儿，或者是很值得一定要用这种东西的情况下，很少会有人用这种邪物。一方面是东西难买，那个帮老刘处理这事儿的阿赞说，这样的一串人骨手链在黑市上没个200万泰铢根本就买不下来，就算是有钱也要收集很久。另一方面是东西收齐了，还要找一个敢做这一行的阿赞制作，弄不好忙没帮上，自己还会被反噬。所以老刘买家具的时候也没注意这些家具的来源。还有那盆花，难怪他那段时间总觉得房间里有其他人，而且还不止一个。老刘投稿的时候还说，当时就是因为图便宜买的别人拍卖房里搬出的家具，可能前主人因为手链不好用，或者是遭到了反噬才埋到花盆里，又或者埋起来是某种处理方式，这也仅仅只是老刘的个人猜测。而事情呢，到这里也就暂时结束了。那下面这个故事来自于马来西亚的都市传说女鬼啃人头。云顶是马来西亚有名的赌场，很多人都慕名前往，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这里常年被云雾笼罩，阴气极重。马来西亚云顶灵异事件发生在一对年轻夫妻身上，还曾经登上过报纸。我们就来细细讲一讲这个都市传说。网上流传的版本也很多，但是大部分都是人口相传。阿茶在当年天涯论坛收集帖上看到了一个比较贴近原本故事的帖子。当时是有一对年轻夫妇从来没有去过云顶高原，他们就带着钱去玩呗。奇怪的是，两人的手气本来一直很好，好的有些诡异，像是有人一直在帮他们，就是他们心里默念什么数，骰子就出来什么那种。但是就是在12点之后，这种好运莫名其妙的消失了。他们也没有留在云顶山，觉得手气不行就打算离开。开车下山的时候已经将近半夜2点了，一路上他们都在吐槽今晚的手气，根本没注意到路边的灯应该是断电了。之后打开远光灯，他们开到了半山腰的位置，路上的雾气很冷，他们原本是把车窗关起来的，但是车里因为不停呼吸导致空气很热，呼出的气碰到车子的前挡风玻璃就容易起雾。发现山里的雾气越来越重之后，这两夫妻就把车窗摇下了一半，然后就在他们车窗摇下来的时候，路两边的树林也看清楚了，加上有点晚，他老婆也很困，几乎是侧着头靠在副驾驶的车窗上就睡着了。车里除了他们的呼吸声也没有其他声音。然后就在这个男人慢慢过急转弯山道的时候，他旁边副驾驶座上的老婆突然大声叫了起来，紧接着人几乎是反射一样弹了起来，他老婆直接喊车窗上有人的半截头发，像是车猛地关上时候夹到的，几乎是一撮头发，有2根手指那么厚，就那么被夹在车窗和车门把手的位置。因为转弯的时候车有些倾斜，加上风向刚好吹到，这个男人老婆迷糊睁眼的时候一下就看到了。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会不会有什么东西被勾到了，又或者是路上拖了什么人。因为怕晚上出事故，所以俩人直接下车去查看，车就停在半山腰的山道上。此时的时间已经是凌晨3点，来往的车辆几乎很少，四周也没人住。男人就叫老婆好好待在车上，不用他下车，说是自己下车去看看到底挂了什么东西。但是这个男人下车不久，车顶就传来砰砰的声音，像是有人捶打车顶。这声音女人听得特别清楚，她因为着急就在车上不停喊她老公，又不敢下车。但是她老公从车前转到车后，弯下腰去看车轮，就好像根本就没有听到她的声音一样。接着她老婆就疯狂在车里打她老公的电话号码，但是一直显示对方正在通话中。更加诡异的是，她坐在车上，偶尔会远远地看到有车开下来，但每一辆经过的车在经过她这辆车的时候都会用很快的速度冲过去。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车的时候那些车在弯道口还敢开这么快，这根本不合常理呀。之后他就开始慌了，女人越想越害怕，而且老公下车检查也不吱个声，也不知道去了多久还没上车。就在她不停给老公打电话的期间，突然有一辆警车出现，隔着一段距离向他们这个车用扩音器广播，叫她赶紧下车到警车这边来，而且绝对不能回头看一眼。女子很害怕，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儿。接着他就按警察说的开了车门，直接往警车那边冲。事后想起来还是觉得不寒而栗，他根本不敢回头看。到了警车旁边之后，一名警员神色慌张的用力将他拉到车上。这个女人上了警车才敢转头去看自家车的车顶，顺势回头望了一眼，警车快速的疾驰而去。
但仅仅只是这一眼他就看清了，就看见自家车顶上有一个穿着白衣的女人，好像没有头，就伏在他们车顶，两条手臂不停撕扯着什么东西，像是一颗头很虚的影子。因为当时山里有雾，警车退得很快，车里也只有2个警察。开车的警察就说：“你们看后视镜，那女的是不是坐在你们车顶上啃着一颗人头？”警察说他们是接到路过的司机报案，就马上赶了过来。当天晚上云顶山上全是警车封锁了现场，他们当时根本不敢确定晚上雾里看到的是人还是鬼。警察当晚也发动了很多警力去搜寻这个女人的老公，然后当天上午就在离那对夫妻停车位置差不多100米左右的森林里发现了她老公的尸体。最诡异的是，这是一具没有人头的尸体，所以当时马来西亚的媒体就提出了很多疑问，这个案子也成了悬案。有好几种说法，女人在车里打电话的时候，距离她老公下车的时间不是很久，而且在车顶出现怪声的时候，她老公还在检查后轮，她都能看见她老公刚刚弯下腰的身影，她老公怎么会听不到车顶的声音呢？还有就是她老公下车检查到女人发现周围的车迅速离开的时候，相差也就5-6分钟，这期间女人一直坐在副驾驶看着周围的环境，没有看到老公的身影，自然也看不到其他东西，比如说是不是野兽拖着她老公爬到了车顶上，或者是什么其他原因。当时警局就把女人作为第一怀疑对象，但是那2名警察到达现场的时候，确认女人坐在车里，而且车顶上确实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女人。马来西亚云顶灵异事件在当时闹得很大，据说还上过报纸，还有照片来着，好像是其中一位警员拍的。但是随着天涯时代的落幕，很多证词和照片已经很难考究。后来在马来西亚有人说，这个女鬼是输光家产跳楼死在这里的，因为没人供奉，也吃不到贡品，所以会一直寻过路的人。下面2个故事是一位天津小伙伴的投稿。这第一件事发生在1969年12月12号，坐标位于天津市的西青区。一个名叫张富丽的独居妇女在外面干完农活回家，发现她家的12岁大儿子没在家，于是就问6岁的小儿子，但是小儿子也不知道。一家人就焦急的等到了半夜1点，仍然没有音信。当夜去村里的其他邻居家挨个去问，其中有一个孩子告诉他，说是他们下午还一起玩捉迷藏了，但是他家儿子却始终藏着不出来。他们呢就以为是他儿子故意的，或者是想赢，所以也没在意。然后到了饭点，所有人都回家了，也没看见张福利的儿子。第二天早上，他就发动了全村去找，并且还报了警，警方出动一起去寻找。之后警方还询问了4名儿童，发现他家的大儿子大概是12号那天下午4点左右失踪的。一开始是玩捉迷藏，然后大家就藏起来，可是很长一段时间后一直没有看到他，他们以为是回家了，这就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他的场景。而张福利搜寻大儿子到8点之后回到家，发现小儿子也不见了，于是再次求助全村去寻找。同时警方也开始大规模盘查询问，只是这一次谁也没有看见他这个小儿子。当时大家都非常同情他，她的丈夫就是10年前失踪的，同样没有一点线索，也没有任何原因，是死是活至今不明。而最诡异的是，到了第3天，张福利本人也失踪了，警察就开始全面重视这件事儿，搜查了他们家，最终他们找到了母子3人的尸体，就在卧室里一口很大的木箱里发现的，而且外加一具严重腐烂的尸体，一共4具。当时经过法医验证，大儿子、小儿子张福利在12月12号到14号之间相继死亡，身上没有任何搏斗迹象，死因都是窒息。而那个严重腐烂的尸体已经死亡了10多年，身份不明，但是从衣服和血型来分析，这人竟是10多年前她失踪的丈夫。据亲属的说法，这个小儿子是张福利弟弟家的孩子，弟弟在3年前死后算是过继给了这家人。也有邻居说，这个木箱子实际上是一口棺材，是10多年前挖菜窖的时候挖出来的，然后请木匠修改成箱子的样子。根据档案记载，这口箱子的盖子重达30公斤，当时是2个成年人合力才打开的。警察分析，12月12号，大儿子有可能玩捉迷藏，结果藏到了自家的箱子里，但是他是怎么打开这么沉重的盖子的，没人知道。当然也有可能是被成年人放进去的。12月13号，小儿子也可能是被同样的方法放进去的。可是根据邻居们的反应，当时没有任何响动，
12月14号，已经30多岁的母亲，难道也是被人放进去的吗？法医鉴定，他们身上都没有伤痕，都是在箱子里窒息而死。之后大家就纷纷猜测是遭到了仇家的杀害，他总不会自己走进去吧？所以这个案子一直悬而未决。而且据记载，事后当地人把箱子抬出来，当着所有村民的面用斧子砍箱子，一连砍了4个小时，竟然只砍出了一个小小的缝隙。后来还是浇上汽油，连续烧了3天才彻底烧毁。第二件事也是从邻居口中听说。1999年10月22号，在天津市河东区小白楼大光明电影院，有人报案说，在观影到半夜2点的时候，电影播放员突然死亡。根据当时电影结束后没有离开电影的观众反映，当时播放的是张艺谋的《我的夫妻母亲》。就在演到3/4的时候，突然荧幕上的场景从电影变成了一间房间，里面灯光昏暗，而且里面摆满了电影胶片。一个大约40左右的男的正在检查一架投影仪，这似乎是一个电影放映员正在工作的场景。接着观众就开始纷纷抱怨，然后陆续离开了观众席。大约又过了3分钟，影片中突然出现了一个10几岁的男性，举起一个金属水壶猛击放映员的头部，影像非常逼真血腥。少年在杀死对方后就离开了，观众们吓得更是目瞪口呆，没想到竟然有人拍这么残酷的场面。但是就在画面结束的时候，有人从放映室里发出了尖叫，女服务员发现刚才这部电影的放映员死在了里面，其中有8名观众进入了放映室。据警方口供说，他们认定这个已经死去的电影放映员就是刚才在荧幕上被杀死的那个男的，而且放映室里的场景和荧幕上的一模一样。后来警方把所有胶片拿回去逐个检查，也没有发现任何观众们所说的那段影像，而且现场只有那8个进入过放映室的观众脚印和指纹。不仅如此，法医断定放映员死于头部遭到重击，但是死亡的时间却是半夜1点50左右，也就是电影放映到3/4的时间。因为按照常识来说，电影一定要用胶片拍摄才能放映，可是放映员被人杀死的图像是什么时候拍摄的呢？而且又是如何放在电影3/4的部分呢？所以案件无法调查，至今这个案子还是无解的。好了，这就是本期的所有故事了。如果有喜欢的小伙伴，还请多多3连支持一下。如果有相关经历的，可以后台直接私信阿茶。我们明年再见，拜拜。